夜色如墨，天空中渐渐飘起了雨。10号藏匿点的地下大厅里弥漫着硝烟味、血腥气，以及一股很清晰的暧昧气息。许家烟那一声想吃东西的娇嗔余音未落，通讯器里未央冰冷如刀的指令便立即切了进来，像一盆冰水，瞬间浇熄了刚刚升腾起的些许旖旎。苏无忌清晰地感觉到，靠在自己身侧的娇躯已经变得微微一僵。许家烟撇了撇嘴，对着通讯器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官职收到。我怎么觉得这个未央开始有点针对我了呢？好像突然变得气急败坏一样。他在心中不满地哼哼道。此刻许家烟嘴上服从，身体却像是彻底脱力，完全失去了平衡，软软地朝苏无忌倒去。后者连忙伸出手臂抱住了他。许小浪的额头抵着苏无忌的侧脸，呼出的温热气息拂过他颈侧的皮肤，带着一股专属于他的味道，确切地说是甜香。苏老师，他声音细微，带着点撒娇的意味。你的女学生真的一点力气都没了，2条腿都软了，根本走不动了。苏无忌知道这女人惯会利用自身优势，但她此刻的虚弱应该不是装出来的。行吧，今天便宜你了。苏无忌还是伸出手揽住了她那充满了柔韧性的腰肢，将她大部分重量承接过来，低声道：少发2句骚，保留点体力。他的手臂坚实有力，支撑着许家烟的重量，后者几乎挂在他的身体上，那娇柔的身体像是没有骨头一般。甚至在往前挪动脚步的时候，许家烟还顺势将脸颊在苏无忌的肩膀衣物上蹭了蹭，像只寻求安慰的猫咪，懒洋洋，娇滴滴。然而在无人看到的角落，他的嘴角却勾起一抹虚弱却得逞的笑。苏无忌感觉到许家烟已经浑身无力，又重新将其放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条高能量棒，撕开封口递到他唇边。张嘴吃。苏无忌的声音里带着关切，以及一丝不容置疑。好霸道哦，好喜欢。许家烟虚弱地抬起眼皮，那双平日里妩媚勾魂的眸子里，此刻蒙着一层水汽，长长的睫毛上还沾着未干的汗珠。他没接，反而微微偏头，用鼻尖蹭了蹭苏无忌拿着能量棒的手腕，依然像只乖巧慵懒的小猫。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蹭什么蹭，弄脏了还怎么吃？没力气张嘴了，要不你嚼碎了喂我呀？他声音带着战后的疲惫，以及一种刻意的娇软，尾音拖得长长的，每一个音节都撩人心弦。苏无忌看着他苍白的俏脸和破损作战服下若隐若现的肌肤，喉结不易察觉地滚动了一下。也不嫌5星，快点吃。他说着，用指尖捏住能量棒的一端，小心地往他嘴里送。许家烟小口小口地咬着，吃到了最后，他的嘴唇偶尔会不经意地触碰到苏无忌的手指，每一次触碰都像带着微弱的电流。他一边吃一边抬眼看他，眼波流转间透着疲惫和狡黠混合而成的笑意。苏无忌看似专注，但偶尔瞟他几眼，便立刻挪开眼神，根本不敢对视。那绷紧的面部肌肉暴露了他的内心并非表面那么平静。因为此刻许家烟抬眼看他的样子实在是太容易让人联想了，许小浪的眼神简直要融化开来了。亲爱的，你带来的能量棒真好吃。慢点吃，别噎着。苏无忌低声说道。这可是碧康出品。望着面前那张千娇百媚的脸，
他感觉到喉咙有点发热，情不自禁地伸出另一只手，轻轻地拂开对方额前被汗水浸湿的碎发。在这刚刚结束杀戮的空间里，这样的动作显得格外暧昧。许家烟含糊地应着，舌尖无意识地舔过唇角沾到的一点能量棒碎屑。他的眼神像钩子一样锁定在苏无忌脸上，这样的眼光配上刚刚舔嘴唇的动作，简直撩人到了极点。苏无忌挪开了眼神，他觉得自己再看下去就要出事了。然而许家烟却悠悠说道：我现在一点都不想归队，好想和你再多待一会儿，好想被你多抱一会儿。咔嚓，未央捏碎了一个咖啡杯。这两人如此亲密的一幕，通过重新开启的通讯器和记录仪，分毫不差地传回了指挥车。站在屏幕前，未央盯着屏幕上那几乎贴在一起的两人，面罩下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直线。那双落在面罩外的眼睛比之前明显更冷了几分，如同冰封的湖面。所有技术人员都看向这位情绪波动明显的新任指挥官。未央对旁边的怪异眼光忽然不觉，冷冷说道：驼鹿小队进行现场清理，把2个俘虏带回来，把官职也给我带回来。顿了顿，他接着说道：如果他现在不归队，以后就永远不要回来了。是。通讯频道里传来干脆的回应。雪人在一旁摸了摸下巴，眼中笑意更深，却明智的没有出声点评。啧啧词境的银月，果然比一潭死水的银月有趣多了。指挥官叫我回去呢。许家烟也听到了未央给驼鹿下达的命令，他撅着嘴说道：未央好像对我时好时坏。苏无忌咳嗽了2声，也许他这个人比较严谨，见不得你在战场上发浪。他为许小浪吃完了能量棒，此刻直接将他背在了后背上，双手托住了对方的大腿，后者的双臂自然地环住他的脖子，将脸颊贴在他坚实的肩膀上。许家烟嗅了嗅，一股混合着淡淡汗水、尘土以及苏无忌本身那股清冽气息的味道钻入了鼻腔，让他无比安心。亲爱的，你好香，你少废话。苏无忌稳稳地背着许家烟，甚至没忘记将他那柄长刀也捡起来拿在手里。此时卡巴尼尔和马坦伦2兄弟还活着，至于后续审问的事情交给银月就好。对了，亲爱的，许家烟说道：我好像被一个变态盯住了，他叫钱德勒，也不知道是真名还是化名。苏无忌说道：我都知道了。许家烟微微有点意外，但心中还是充斥了一些感动的情绪。他收起了眼底的媚意，很认真地说道：谢谢你一直关心着我。苏无忌说道：我先把你送回银月指挥部，让他们检查一下你的伤势。我哥已经去追那个变态了，我等下也得去帮忙。他拎得很轻，不能光顾着泡妞。不行，我只能让你给我检查。许家烟在苏无忌的耳边吐气如兰。人家不想留疤吗？说这话的时候，许家烟忘记了关上通讯器，所有的对话全部传到了未央的耳朵里。当苏无忌背着许家烟走到外面公路上的时候，一台重型货车正好缓缓驶过，正是银月的指挥车。此时雨势已经渐渐变大，车子没停，但车门已经打开，驼鹿小队带着2名重伤的俘虏率先进入。苏无忌随后也背着许家烟进入了车厢。不知何时，未央已经换上了一副全脸面罩，他背对着苏无忌，马尾辫随着车厢一晃一晃。人交给你们了，我走了。苏无忌看到了雪人，
对他点点头，然后将许家烟从背上小心地放了下来，随后像是火烧屁股一样直接跳出了车厢，身形没入大雨之中。他要是进了车厢，那可就是修罗场了，还是抓紧脚底抹油，溜之大吉。银月的指挥车缓缓启动，在夜色中停稳行驶。然而厚重的防弹车厢隔绝了外界的风雨，却隔绝不了内部微妙涌动的气流。许家烟刚想迈步，便是一个轻微的踉跄，恰到好处地显示出他的虚弱。他顺势扶住了旁边的金属操控台，眼波流转间，已将这移动指挥中心内部的情形尽收眼底。他的目光在第一时间便锁定了那个站在中央显示屏前的马尾辫身影。未央。未央也正看着他，或者说是打量着他。即便这位指挥官戴着面罩，但许家烟依旧敏锐地感觉到对方那隐藏在面罩下的眼光明显非常锐利，还带着强烈的审视感。指挥官。许家烟声音仍然带着虚弱与娇软，他努力站直身体，但微微倚靠着支架的姿态依旧显得柔弱娇媚。官职归队。未央的目光在他破损作战服下若隐若现的肌肤上短暂停留了一瞬，随即移开，落在他略显苍白却依旧妩媚动人的脸上。还能自己站着，看来没到需要人嚼碎了喂食的地步。未央的声音透过面罩传来，冷冰冰的语气上听不出喜怒，但话语里明显带着刺，让车厢里的空气瞬间又降了几度。那些正在操作设备的技术人员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生怕被这位厉害指挥官的怒气波及到。连雪人都端起了一杯水，轻轻抿了一口，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许家烟心中哼了两声，面上却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委屈与疲惫。指挥官说笑了，当时确实是脱力了，多亏了无忌、苏老师照顾。他故意将苏老师三个字咬得很轻柔，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亲昵感，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情与趣的味道。老师。未央咬了咬牙，这女人太会玩了吧。银月的杀手要学会的第一课就是独立作战。未央转过身，不再看许家烟，他的目光投向屏幕上滚动的监控画面。你今天虽然进步很大，但是依赖他人是战场上最致命的弱点，尤其是依赖男人。许家烟眨了眨那双勾魂摄魄的眼睛，语气无辜中又带着点骄傲。指挥官教训的是，不过苏老师他不是外人，他教我的战斗技巧非常实用，刚才要不是他临场指点，我可能都没法活着回来呢，他可棒了。未央冷冷说道。战斗报告等你回去后再提交，现在去医疗区处理伤口，立刻。他抬手一指车厢前端，那里设置了一个简易的小型医务室。哼，别想等着苏无忌来给你疗伤，我都不让他进门。是指挥官。许家烟乖巧应声，唇角却勾起一抹转瞬即逝的妩媚笑容。他扶着支架，慢慢挪动脚步，朝着车厢前部的简易医务室走去。那背影实在是太婀娜了，即便穿着脏兮兮的作战服，也难掩风情。两人擦肩而过的时候，未央看着他虚弱又撩拨的样子，眉头皱着，说道：“让医生给你打一瓶葡萄糖。”然而许家烟却微笑着说道：“谢谢指挥官，葡萄糖就不用了，我刚刚吃了他的能量棒。”这句话轻飘飘的，却精准地砸在了未央的耳膜上。这位新任指挥官的身影似乎随之僵硬了一下。
许家烟的笑容灿烂了起来。超级好吃呢，指挥官你没吃过吧？这一场范围极广的大雨，让佛罗里达的夜变得漆黑。可是，即便是瓢泼大雨，也冲不散空气中那浓烈的硝烟、血腥，以及一种顶级掠食者对峙时特有的、令人窒息的压迫感。此时，那个变态狙击手钱德勒正趴在一个废弃罐头厂的顶楼蓄水池后方，身边是大堆的废铁，作战服的颜色与锈蚀的金属融为一体。他透过瞄准镜仔细搜寻着前方的夜色，哪怕大雨浇在身上，他也依旧纹丝不动。小孤笋出来，小孤笋出来。钱德勒啧啧说道，这轻微的声音里带着一股变态的意味。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雨水冲刷在他的身上，会有淡淡的血丝融入下方的积水中。钱德勒作战服的左肩处已经被子弹撕裂了，肩膀肌肉也被撕出了一道血槽，那是苏安邦第一枪留下的剑面里。虽然那一枪没伤到骨头，却像是一记耳光抽碎了钱德勒引以为傲的20年不受伤记录。上一次受伤还是在非洲呢，久远到了我都忘记了那是什么滋味。钱德勒说了一句，他一边继续透过狙击镜寻找着孤笋的身影，一边咂巴着嘴，自言自语：这小子不错，比我想象的更有劲儿。华夏这些年倒是出了个人物。这大雨之夜对普通狙击手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但对于他们这种水准的超级兵王来说，稍有影响，但不至于影响到战局。钱德勒虽然一直在自言自语，可整个人如同石雕一样一动不动。他知道孤笋也在寻找着自己。他保持着这种姿势，又过了1个多小时，瓢泼大雨渐渐变得淅淅沥沥。我的小蛇呢？怎么还没到位？快点，给我把孤笋逼出来！钱德勒对着通讯器说道。然而一道年轻的声音却从中传了出来：钱德勒，你的那些小蛇已经来不了了。钱德勒的眉头一皱，道：你是那个暗影？他的功课显然做得很足，竟是一下子就听出了苏无忌的声音。苏无忌踩着一具尸体，手里拿着从对方脖颈间扯下来的通讯器，说道：你的这7个手下都被我打爆了脑袋，而那些蛇箱里也被我倒满了汽油。此时苏无忌正站在一处货车车厢的后面，他看着车厢里的透明养殖箱，不禁也觉得头皮有些发麻。在这些箱子里都是蠕动着的黑色小蛇，数量几乎数不清。要是把这玩意放到战场上，狙击手根本待不下去，肯定被这些蛇逼得不得不移动身形了。而在苏无忌的旁边，正是联邦调查局佛罗里达分局的局长普雷斯顿，以及艾玛和艾莱妮。普雷斯顿的制服外套敞开着，袖子挽到了手臂，他拎着一个空汽油桶，气喘吁吁地说道：车里车外都浇满汽油了，正好雨停了。苏无忌说着，从普雷斯顿的马甲口袋里掏出了一个打火机，点了火，往车厢里随手一丢。轰！熊熊大火瞬间燃起，照亮了周围的夜色，也点亮了艾玛和艾莱妮的眼光。这2个女探员都觉得，过去的这24小时是他们这半生所经历过的最刺激的一天。那些小蛇扭动得更加剧烈了，然而它们已经快要被汽油泡透了。此刻火势蔓延开来，便瞬间变成了一条条火蛇。苏无忌对着通讯器说道：钱德勒，听见这些小蛇被烧得噼里啪啦的声音了吗？钱德勒的眼睛里并没有丝毫的怒意，
反而充满了疯狂的意味。他低声说道：很好，我知道你是孤隼的弟弟，你们兄弟两个可真是给我带来了不少的惊喜啊。苏无忌说道：惊喜还不止这些，我让联邦调查局查了这辆货车的行驶路线，发现它是从一个小型养殖场里开出来的。让我猜猜，这个小型养殖场应该是蝮蛇组织的秘密养殖基地吧？钱德勒的声音开始变冷了一些。你果然给我带来了很多惊喜，我决定让你体验一些新奇的死法。苏无忌笑了起来：谢谢你给我的评价，待会见。待会见。苏无忌说完了这句话，便切断了通话。此刻，钱德勒的表情已是凝重了不少。显然，自己只顾着让手下调集大批的小蛇来，把阴魂不散的孤隼从黑夜中逼出，可却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个该死的影子，居然把自己的蛇类培养基地给挖出来了。上一次这么被动，还是被宋鹤民逼的。钱德勒说道。而现在走了一个姓宋的，又来了2个姓苏的。这时候，钱德勒的通讯器再度响起来。你在哪里？那边传过来急促的声音。我在对付孤隼呢，我没去找他，他反而来找我了。钱德勒呵呵一笑。你不是说要跟我切断联系吗？怎么还来找我？说话的时候，他依旧盯着瞄准镜。银月已经发布战报了，声称重创迈阿密蝮蛇组织，大获全胜，解救被拐卖的女孩77名。通讯器那边没好气地喊道：你留那么多女孩在手里干什么？为什么不及早转卖掉？钱德勒压低了声音：呵呵，我又不缺钱，为什么要着急转卖，留在手里给我的手下们玩一玩，不好吗？可是这影响的恶劣程度，甚至要超过了天堂山事件。那边有些气急败坏地喊道：国会的那帮老家伙刚刚召开紧急会议，要把迈阿密蝮蛇定性为恐怖组织。哇哦，我一直都认为我自己是个恐怖分子，这下正好名正言顺了。钱德勒丝毫不觉得挫败。如果国会的那帮老家伙还敢找麻烦，我就扛着炸弹把整个国会大厦给炸了。顿了顿，他补充道：只不过到那的时候，你可能也被波及了。混蛋，你给我清醒一点。我又得到了一个消息， FBI 的直升机已经包围了你的蛇类培养基地。失去了一个基地，可以再去建设下一个，这没什么问题。钱德勒好像根本无所谓，满不在乎地说道：只是你不要再打扰我了，我要专心致志地对付孤隼。据说孤隼背景了得，你如果没有必杀的把握，就立刻撤离，躲藏一段时间。你让我去躲起来？钱德勒的微笑里带着一抹癫狂的意味。猎杀当代华夏兵王，可比玩弄那些淫月的杀手有意思多了。随后他咧嘴一笑，直接切断了通讯。又是彼此沉默的半个小时。钱德勒依旧很有耐心，在瞄准镜里一点点搜寻着孤隼的身影。可就在这个时候，一股强烈的危险感从他的心底骤然涌出。砰！那是狙击步枪特有的沉闷声音，雨夜直接被撕裂，子弹带着死亡尖啸，穿透淅淅沥沥的雨帘，纵跨600米的距离，朝着钱德勒的藏身地爆射而来。当心中那股危险感一冒头的时候，他便用尽全身的力气，手掌在天台表面一拍，连人带枪生生平移了10公分。子弹钻进了斜后方的废弃蓄水箱，在那被锈迹侵蚀的表面炸开碗口大的坑洞，铁屑崩飞四溅。看着子弹的飞行轨迹，
距离钱德勒的脑袋只有10公分。他刚刚如果不躲开的话，此刻已经被爆了头了。那迸溅的铁屑已经嵌入了钱德勒的面部，留下了点点血痕。而就在此刻，钱德勒手中的狙击枪也紧随其后的被扣下了扳机。一发子弹精准地射向了刚刚有枪口火光一闪而逝的地方。在射完了这一枪之后，钱德勒根本不去看有没有击中目标，果断放弃现有的狙击位，身形瞬间向后翻滚，以近乎于瞬移的速度翻出了天台。单手抓着天台边缘，身子悬空，钱德勒感觉到侧脸上火辣辣的疼痛，他舔了舔嘴唇，真是个出色的狙击手，但既然是兵王，可不能只会狙击。说着，他的手一松，直接从楼顶跳下去了。而几乎是同时，600米开外，枪声再度响起，一发子弹掠了过来，击碎了天台的水泥扶手。而这里正是钱德勒用手抓住的地方。他但凡晚跳下去1秒钟，现在左手便已经被打碎了。孤隼的射击实在是太果断了，太精准了。钱德勒站稳之后，看着和自己一起落地的水泥碎块，舔了舔嘴唇，微笑着说道：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还是第一次有人隔着几百米对我造成了这种压迫感。话音未落，他已经自原地消失，像一道融入夜色的黑色闪电，朝着孤隼的藏身地高速杀去。即便在高速冲击，钱德勒也保持着非常规的行进路线，每隔3秒钟就硬生生地改变方向。哪怕经验再老道的狙击手，也很难捕捉到这如瞬移一般的身形。而就在钱德勒跑过围墙拐角的时候，一发子弹高速射来，擦着他的太阳穴飞过，把这拐角墙壁生生打碎了一大块。水泥碎块瞬间溅了他一头一脸。这个孤隼果然不是浪得虚名，竟然提前预判了钱德勒的落脚点，又是差点爆头，无比惊险。隔着那么远，钱德勒的移动速度那么快，孤隼居然还能始终保持着压迫力。钱德勒此刻意识到，这个年轻兵王的狙击技术可能真的在自己之上。他倒也是非常果断，立刻改变方向，身形连闪，准备从侧面迂回过去。然而在跑了300米之后，钱德勒的心中又是警兆大起。他年轻时每天都在战场厮杀，对于危险的预知已经近乎于本能，此刻完全遵循内心的警兆提醒，身形一拧，高速翻滚了出去。哒哒哒哒哒，这是突击步枪。一连串的子弹打在了钱德勒刚刚的落脚点上。如果他不是临时腾身而起的话，这一下必然被打断双腿。落地之后，一股寒意从钱德勒的脊背升起。自从和这个孤隼对决之后，他居然始终处于下风。不过这一次钱德勒已经看清楚了，突击步枪的所处位置距离自己也就是100米而已。孤隼预判到了他要包抄，提前堵在了行进路线上。孤隼，你可真是给我惊喜啊！钱德勒冷笑道。而这时候，从100米之外的树影里走出来一个年轻挺拔的身影。他丢开了沉重的突击步枪和狙击枪，反手拔出了腿侧的合金战术折刀。此刻雨已经完全停了，月光透出了云层。钱德勒看到了那年轻身影左手里的战术折刀，呵呵一笑。巧了，我也喜欢用这种武器。然而紧接着，他赫然看到远处的年轻男人右手腕轻轻一震，一把闪着乌光的4棱军刺已经从他的掌心间
弹射而出。月光刺破雨后的云层，清冷地洒在这片废弃厂区的空地上，照亮了一片片水洼和披着硝烟的两道身影。100米距离，对于苏安邦和钱德勒这个级别的高手而言，不过是眨眼即至罢了。四棱军刺骤然从掌心中弹出，随后被苏安邦紧紧握着，似乎有凌厉的杀气开始一点点地在刺刀上凝聚起来。此刻军刺在手，这个年轻的身影仿佛变得更加挺拔，如同一株能够刺破苍穹的白杨。钱德勒看着苏安邦右手里那把泛着乌光的四棱军刺，眼皮猛地一跳。这种武器放血极快，造成的伤口极难缝合，是纯粹的杀戮利器。但是似乎有点眼熟，什么人用过来招？后来在非洲执行任务的那些华夏特种兵都喜欢随身带一把类似的武器。脑海里一些血红色的画面混合着一些让人不愉快的记忆，随之翻涌了上来。四棱军刺，是。钱德勒舔了舔嘴唇，眼中疯狂之意更重了一些。在很多年前的黑暗世界，在很多年前的非洲，这都是一把传奇的武器，没想到今天竟然又见到了。说话间，他也反手抽出了自己的战术折刀，刀身短小精悍，刀锋上泛着刺眼的寒光。这是钱德勒一直很喜欢的武器，非常适合近身缠斗，出手之时的隐蔽性极强，致命一击的成功率极高。在过去，他不知道用这把刀割开过多少敌人的喉咙。没有再多一句废话，两人的气势同时开始了攀升。苏安邦的气势极其锐利凌厉，整个人就像是一杆标枪，似乎随时可以刺穿周围的一切敌人。钱德勒和苏安邦隔空对视了一眼，双方的目光似乎在空气中碰撞出了无形的火星。孤隼，你真的很不错。钱德勒说了一句，下一秒两人几乎在同一时间动了，如同两道黑色的闪电骤然撞向彼此。铿，刺耳的金铁交鸣声炸响，瞬间撕裂了夜的寂静。两把战术折刀第一次碰撞，爆开一簇耀眼的火星，让潮湿的空气都仿佛变得灼热了许多。一击即分，两人错身而过。钱德勒感觉手腕居然被震得微微发麻，心中的震惊明显的多了几分。这个年轻孤隼的力量比他预想的还要强。然而就在此刻擦肩的瞬间，钱德勒的心中突然警兆大起，直接往侧面翻腾出了好几米。因为就在刚才，那闪着乌光的四棱军刺以极快的速度悄无声息地刺向了他的肋间。孤隼做出这个动作几乎违反了人体的常理，似乎整个人都反折叠了。钱德勒知道，能够用出这种招式，体内必然是有着极强的力量在支撑，并且力量运转路线也已经达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了。好快的变招，有点意思，呵呵。钱德勒舔了舔嘴唇，笑了两声，眼神却愈发阴冷，疯狂之意更加明显。然而下一秒，孤隼的身形宛若瞬移一般，几乎是从原地消失，紧接着便出现在了钱德勒的身前，快若闪电。苏安邦的左手挥起，战术折刀直接抹向钱德勒的咽喉，干脆利落的杀招。后者的脖颈都感受到了凌厉的劲气，肌肤都开始火辣辣的疼。这攻击速度确实是太快了。钱德勒第一时间翻身后仰，险之又险地躲开了这近乎于必杀的一击。
在翻身躲避的同时，他手里的折刀阴险地抹向了苏安邦的腰腹。可是他眼看着自己的折刀就要割开孤隼的作战服，后者似乎也完全没有躲避的空间。可是这时候，孤隼左手中的战术折刀居然以不可思议的角度完成了回旋。又是一道金铁交鸣之声响起，两人的战术折刀再度狠狠碰撞。随后钱德勒率先放弃了攻击，选择后退，因为苏安邦的四棱军刺已经犹如毒蛇吐信一般再度回掠而来。2个回合过后，钱德勒和苏安邦站定。此刻某位过气的变态兵王略显狼狈，因为他身上做战服的肩膀位置已经被四棱军刺划开了一道口子。孤隼，你的反应速度和战斗智商远超我的预估，钱德勒说道。我必须要承认，之前低估了你，而现在的你才真正对我的胃口。说这话的时候，他咧嘴一笑，变态意味满满。苏安邦淡淡开口了：我能看出来，你还有很多杀招没有动用。他看起来在前2回合里占据了优势，但是心态却一点也不飘，完全没有骄傲自满的意思。钱德勒看起来被苏安邦给逼得很狼狈，但是内行看门道，后者非常清楚，这个米国人并没有出全力。此人在进攻的时候依旧是保持着游刃有余的状态，只是不适应自己的军刺攻击，才被命中了肩膀。你也一样，年纪轻轻，实力不错，心思也不少。钱德勒笑了笑，眼神之中涌出了一抹残忍的意味。不过在我杀了你之前，我想知道的是，你这个华夏兵王为什么要远渡重洋地来对付我？苏安邦淡淡说道。不杀了你，还会有很多女孩子会遭殃。钱德勒呵呵一笑。这是很多人要杀我的理由，但是绝对不可能是你的理由，你可是大名鼎鼎的孤隼。没区别。苏安邦说着往前跨了一步，身上的气势再度升腾。然而钱德勒却咧嘴一笑：哈哈，可是如果你杀了我，就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杀宋之瑜了。显然他也知道自己内部被泄密了，那几张与宋之瑜、许家烟有关的照片已经到了联邦调查局的手里了。苏安邦的动作顿了顿，眼波一震。而此刻苏无忌也已经通过哥哥的通讯器听到了这边的对话。所以为什么？苏安邦冷声问道。毕竟那个明媚的女孩子极有可能会成为自己的弟妹呢。钱德勒微笑着说道。哇哦，当你想知道答案的时候，就意味着你要被我牵着鼻子走了。苏安邦的话语之中充满了冷静。那可不一定。我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华夏，毕竟当年的仇恨我一直没忘记。钱德勒说道。就先说到这儿吧，全当是你第一枪打伤我的奖励。至于剩下的，每当你从我的身上刺出一个血口子，我就再告诉你一部分真相。苏安邦面无表情，轻轻摇了摇头。你确实是个变态。话音落下，他的大臂一扬，那把合金折刀直接被甩了出来，尖锐的破空声响起，凌厉之极的杀气瞬间便来到了钱德勒的面门前。这动手的速度太快了，简直是电光火石间就完成了这一切，而且出手隐蔽性极强。在苏安邦动手的这一瞬间，钱德勒也是瞬间抬手防御，他手中的折刀及时又精准地磕到了苏安邦掷过来的折刀上。这一刻，钱德勒赫然发现，后者那隐蔽性极强的出手，居然还能在折刀上附加极强的力量。这种力量附加，使得那脱手的折刀
并未被打飞出去，只是稍稍改变了方向。钱德勒被迫一歪头，那刀锋擦着他的鬓角飞过。这看似简单的一击，让钱德勒仿佛瞬间回到了几十年前最危险的非洲战场上。而下一秒，那一把四棱军刺已经带着一股一往无前的锐利之意，杀到了他的跟前。好家伙，真够快的！钱德勒叫了一声，浑身的力量爆裂运转，身形如鬼魅般后撤，好几米才堪堪躲开这致命一刺。可下一秒，那把给他带来了无穷危险感觉的军刺又再度杀到了眼前。面对如此凌厉的攻击，钱德勒只能再退。真是阴魂不散。他后退的速度极快，而苏安邦手持四棱军刺，如影随形，居然丝毫没有被甩开。这个年轻的华夏青年真的像是一只盯上了目标就誓不罢休的鹰隼。钱德勒回身反攻，两人再度交手，苏安邦的攻击也随之加速，如同狂风暴雨，四棱军刺在他手中仿佛有了生命，招招不离钱德勒的要害。现场的金铁交鸣之声已经密集如鼓点，震颤着耳膜。两人的身形已经完全看不清楚了。钱德勒凭借老辣的经验和诡异的步伐支撑着，但在苏安邦这一往无前的攻势之下，他似乎一直处于守势和劣势之中。就在这时候，苏安邦忽然收了军刺，左拳隐蔽性极强地轰向了钱德勒的胸膛。然而钱德勒的防御意识更强，几乎是在苏安邦抬手的一瞬间，便本能地抬起左拳，和对方狠狠地对了一下。轰！强烈的气爆声自原地炸响，雨后的湿黏泥土被生生震散，遍布半空。苏安邦的身形往后退了几步，甩了甩手。钱德勒虽然站在原地并未后退，却捂着胸口闷哼了一声。他觉得面前这个青年的力量有些奇怪，这些劲气在沿着手臂传入他体内的之后，却依然充满了破坏力，让他浑身的气血都在震荡着，力量运转都明显出现了些许的失衡。钱德勒的眼神中终于带上了一丝焦躁，他真正意识到，在纯粹的近战搏杀上，自己这条老辣的蝮蛇似乎真的被这只正值巅峰的孤隼压制了。对方的力量、速度、反应，尤其是那种一往无前、以命搏命的打法，都是毫无弱点，让他感到非常棘手。就在钱德勒刚想开口说话的时候，苏安邦的身影忽然自原地消失了。这一刻，他的速度再度提升，竟然比之前还要快，快到了眼睛都要捕捉不到了。砰！苏安邦抓住钱德勒瞬间的迟滞，一记沉重的侧踹，精准命中了他的胸口。与此同时，四棱军刺的棱刃划过对方的胸腹，激起了一道血光。沉重的闷响在夜色中炸开。苏安邦这一脚结结实实地印在钱德勒的胸口，巨大的力量让后者如同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后背狠狠撞在旁边储货棚的一根支撑铁柱上。咣当！这空心铁柱早已经锈蚀了，挨了这么狠狠一撞，顿时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竟从中断裂。整个棚顶的铁屑也被震得簌簌而下，如同下了一场锈红色的雨。钱德勒只觉得胸腔内气血翻涌，喉头一甜，一口鲜血差点喷出来，随后被他强行咽了回去。饶是他见多识广，此刻心中也是非常震撼。孤隼那一脚的力量实在是太强悍了，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他这个体型的人能爆发出来的。
远超钱德勒的预估。钱德勒知道自己的防御能力究竟有多强，在这方面他一向自负。可是挨了这一下，他觉得自己的肋骨可能都要裂开了。一个念头不受控制的从钱德勒的脑海中闪过，究竟是什么人能够培养出这么年轻、这么极致的兵王？随后他咧嘴一笑，终究是轻敌了，哈哈。由于他之前躲得够快，胸腹之间的那道伤口并不致命，并未伤及骨骼，可是伤口外表却肌肉翻卷，血流不止，看起来有点触目惊心。胸肌和腹肌被四棱君刺剖开了一道那么长的血口子，这不仅仅是失血和事后缝合的问题，更麻烦的是它破坏了钱德勒体内力量运转的流畅性，就像在精密的齿轮间卡入了一颗石子。钱德勒猜不透，这个年轻兵王到底经历过多少战斗，对战斗节奏的掌控近乎于完美，总是能够精准预判自己的下一步攻击。而自己用无数鲜血换来的引以为傲的战场经验，似乎都要被这个青年给比下去了。然而苏安邦却似乎不需要缓冲和恢复的时间，身形如同鬼魅，如影随形，再度袭杀而来。他没有给钱德勒喘息之机，所带出来的道道残影尽皆融入月光照不到的阴影里。这一次犹如鹰隼般的扑杀，瞬间将两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为零。四棱君刺带着浓郁的死亡气息，朝着钱德勒的天灵盖直插而下。这一击若是落实，瞬间就能终结一切。但是苏安邦却落了空。四棱君刺狠狠定在了刚刚钱德勒所处位置的地面上，而后者居然已经在好几米之外了。在千钧一发的生死之际，钱德勒的老辣经验终于发挥了作用，巨大的潜能被他激发出来。他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身体以一种近乎扭曲的姿态，强行侧向平移出好几米，甚至钱德勒还在落地时完成了一个略显踉跄但足够迅捷的翻腾，随后双腿微屈，折刀横于身前，摆出了一副反攻的姿态，凶狠地盯住苏安邦。此刻钱德勒的眼神如受伤的困兽，就像是一头受伤的野狼。刚刚那一个瞬移躲避，多少还是维护了他这位老牌兵王的颜面，不然今天的全过程真就是被压着打了。然而就在钱德勒刚刚起了一些反击的气势之后，预想中紧随其后的追击并未到来。苏安邦静静站在原地，四棱君刺斜指地面，刚才那石破天惊的一击落空，似乎并未在他心中掀起丝毫波澜。这位年轻的兵王抬起左手，指尖隔空指向钱德勒胸腹间那道狰狞的伤口，声音平静无波：你的身上出现了第二道伤口，该兑现你的承诺了。现在可以告诉我另一部分的真相了。钱德勒低头看了看那极难缝合，注定会留下狰狞疤痕的伤口，非但没有恼怒，反而咧嘴笑了起来，眼中闪烁着近乎癫狂的愉悦光芒。好，哈哈，今天是我过去那么多年里最爽快的一天，比亲眼看到许家嫣那样的完美作品更让我兴奋。苏安邦的眉头微微的蹙起，没有接话，只是目光已然变得更加冷冽。对面这个变态用作品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他未来的弟妹，让苏安邦觉得很不舒服。钱德勒舔去嘴角的血沫，露出森白的牙齿，那笑容里带着一种追忆往昔的神采。我本名不叫钱德勒，很多年前在非洲，除了我原本的名字，
他们更习惯叫我非洲秃鹫。在听到了这个代号的时候，饶是心态极为平稳镇定的苏安邦，此刻眼睛里也忍不住地闪现出了一抹波动。非洲秃鹫，是你啊？这个名字在某个层面的记载中，代表着一段血腥黑暗又足够辉煌的过往。捕捉到苏安邦那一闪而逝的惊诧，钱德勒的笑容更加浓郁了，带着一种扭曲的自得。啧，连你这样的后起之秀都还记得我的名号，看来我这前半辈子终究是没白活。苏安邦已经想起了自己曾经读到过的那些与非洲秃鹫有关的故事。据说这个钱德勒曾经是米国海豹突击队的精锐成员，因为用残忍手段虐待俘虏而被驱逐出了军营，然后便一直留在非洲和中东区域。他成立了一个雇佣兵小队，名为秃鹫战队，人数始终维持在20人左右。在非洲大陆上，除了无敌的标准烈日以及神秘又极难对付的沙翼佣兵团之外，钱德勒的秃鹫战队就是这一片土地上最令人闻风丧胆的雇佣兵小队了。这支战队的所有成员都是狠辣之徒，他们不在乎雇主是谁，不在乎正义在哪一边，只在乎酬金和杀戮的快感。而钱德勒那非洲秃鹫的名号就是在那时候打响的。谁能想到时隔那么多年之后，非洲秃鹫对上了华夏孤隼。鹰隼与秃鹫此刻在北美的夜空下展开了对决，证明谁才是真正的天空之王。那时候整个非洲大陆都是属于我的猎场。钱德勒的声音低沉下去，仿佛陷入了血色的回忆。但他在说话的时候，眼神依旧无比警惕地锁定着苏安邦，身体始终保持着随时可以爆发的姿态。说到这里，钱德勒停顿了一下，表情里竟是流露出了一抹享受之意，似乎是在回味那段无法无天的岁月。苏安邦静静听着，依旧没有主动询问。我的秃鹫战队一直很顺利，几乎是百战百胜，直到有一天我们接了一个清理任务，目标是一个叫鲁贝达的小部落。钱德勒说道。苏安邦的眉头再度皱起，眼睛眯了眯。臭名昭著的鲁贝达惨案是你们做的？他知道在10几年前，一个叫鲁贝达的地方挖出了一个巨大的埋尸坑，300-400人被埋在里面，举世震惊。对啊，臭名昭著也算是名声在外，哈哈。钱德勒的脸上又露出了陶醉的笑容，好像对自己那沾满了鲜血的过往无比满意。苏安邦摇了摇头，眼光冰冷。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变态。雇主说鲁贝达部落占据了一片富含稀有矿产的土地，不肯搬迁，呵呵，多么常见的借口。钱德勒嗤笑一声。任务很顺利，那些拿着长矛的非洲土著在我们面前就像待宰的羔羊。说到这儿，他耸了耸肩。事实上，我们也确实把他们当作羔羊一样给屠宰了，男人、女人、老人、孩子都死了。但就在我们准备撤离时，遇到了麻烦。一支大部分由华夏人组成的维和巡逻队恰好路过，顿了顿，钱德勒的目光骤然变得阴沉之极，似乎充满了积攒多年的怨毒。当时带队的是一个华夏特工，叫宋鹤鸣。随后他看向苏安邦的眼神里也布满了仇恨。他就像你和暗影一样，不识时务，非要挡路。苏安邦的情绪仍旧非常稳定，手中的4棱军刺仍旧纹丝不动，淡淡问道：然后呢？我从来没见过那么阴险的混蛋，你们这些华夏人总是自诩为正义，简直让人作呕。
钱德勒的声音里带着恨意。苏安邦的语气里没有任何的波动。看来你当时吃了亏。这个宋鹤鸣把我们整个战队变成了两国交战的炮灰，我的19个兄弟全死在那片见鬼的沙漠里，只有我像条野狗一样爬了出来。他欠我19条命。钱德勒低吼的时候，抬手下意识地摸了摸腹部那道旧伤疤的位置，仿佛隔着近20年的岁月，还能感受到当时的刺痛。苏安邦淡淡说道：你把宋鹤鸣当成了仇人，这和宋之宇又有什么关系？他终于主动问了出来。然而刚刚还处在无穷的暴怒和愤慨之中的钱德勒却忽然咧嘴一笑。这是下一个问题了，孩子。话音未落，他的眼中凶光四溅，整个人突然暴起，强悍的力量在他的脚下炸开，溅起了一大片泥水。钱德勒手中的战术折刀划出一道诡异的弧线，这一招不再是单纯的刺杀，而是明显蕴含着更多虚招与变化的攻击。在释放出这一击的时候，钱德勒身上的气势暴涨，几乎是苏安邦的2倍了。这个曾经凶名远播的非洲秃鹫，终于真正露出了他的致命獠牙。苏安邦的军刺一挥，毫无畏惧地迎了上去。月光下，新旧2代兵王的决战进入更加白热化的阶段。然而就在2人缠斗的难解难分的时候，一道紫色的电光毫无征兆地自斜后方的阴影中激射而出。这光芒如此突兀，如此迅捷，带着一股极致的锋锐之气，直取钱德勒的后背。此刻从气势上来说，钱德勒已经瞬间压制了孤隼。这个曾经的兵王之前确实是对苏安邦的实力判断有误，导致一直处于下风，但此刻这家伙终于展现出了他的老辣一面，亮出了真正的獠牙。这家伙一旦不再留手，所爆发出来的凶悍气势确实是极为惊人。那凌厉的杀意和血腥的戾气，简直犹如实质一般，将年轻的孤隼包裹其中。但是苏安邦之前同样没有真正展现出全部的战斗力，这块年轻的硬骨头远比钱德勒想象中更加难啃。虽然钱德勒依靠着突然爆发的冲击力，看似将孤隼瞬间压制，但2秒钟之后，后者便凭借扎实到可怕的根基和超强的适应能力，硬生生地稳住了阵脚。他的防御犹如铜墙铁壁，将钱德勒的凶猛攻势尽数接下，没花多久便扭转了劣势，把这场对战拉近到了让人窒息的相持阶段。可是这场力量与技巧的激烈相持并没有进行太久，那一道紫色剑芒便从斜刺里杀出，简直快到了超越视觉捕捉的速度。这一刻，仿佛深沉的夜都被这剑芒生生劈开，那紫色的光芒映入苏安邦的眼角余光里，他那张年轻的脸上随之露出了一抹会心的微笑。而处于攻击姿态的钱德勒，心底则是警铃大作，一股冰冷彻骨的危险预感瞬间充斥了他的心脏。无需任何思考，常年游走于生死边缘所锤炼出的本能，让他体内的力量如同炸药般轰然爆发。他身体以一个近乎扭曲、违反人体常规的角度，硬生生地向侧方弹射出去，速度快到在原地留下了一道淡淡的残影。如果钱德勒不躲开的话，那一道紫色剑芒就会直接穿透他的后背。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亦或是身体的扭转度，钱德勒这一下绝对能称得上是极限躲避了。唰，那一道本该致命的紫色剑芒穿透了残影，
几乎是贴着钱德勒的皮肤掠过，只将他肩膀处的作战服撕裂开一道整齐的切口。不过他的肩部皮肤还是被凌厉的剑气划出一道血线，火辣辣的疼。是的，偷袭的苏无忌都没能伤到他。这个钱德勒确实是有些本事。这个变态家伙的心底也有些震惊，那一道剑光给他造成的危险感实在是太强了，对方时机把握刁钻到了极点，出手更是狠辣至极，看样子实力不输于孤隼。可他的这口气还没来得及完全呼出，更大的危机已然降临。钱德勒为了躲避紫色剑芒而强行扭转的身形尚未站稳呢，眼前便是忽然一花，苏安邦那冷峻挺拔的身形竟已近在咫尺，仿佛早就预料到钱德勒的落点。苏安邦早已抬起了手，那柄泛着乌光的四棱军刺带着洞穿一切的决绝，直接插向对方的心脏。钱德勒只能再度扭转身体，凭借如臂使指的力量运转，生生平移出去，又是一个极限躲避。在以往的非洲战场上，他不知道用这一招躲开过多少狙击手的远程偷袭。钱德勒凭借老辣的经验和超绝的身手，再次避开了这致命一击。这连续2次的极限闪避，简直堪称近战闪避的教科书，完美展现了他这位老牌兵王在生死关头所能爆发出的惊人能力。可下一秒，钱德勒便控制不住地发出了一声痛吼。他躲开了哥哥的四棱军刺，却没躲过紫色软剑的第2次偷袭。苏无忌同样预判了钱德勒的躲避位置和路径，紫色软剑提前杀到，唰，剑锋入肉的声音无比清晰，一道深可见骨的血口子在钱德勒的后背上猛然炸开，鲜血瞬间把他背后的作战服浸湿了一大片。这哥俩的配合太默契了，天衣无缝。这种默契源自于血脉，根本无需交流，便是心意相通。钱德勒眼看着又要落到腹背受敌的局面，他知道自己个体的实力或许胜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可是这两兄弟刚刚接连给自己造成的危机实在是太惊人了。自己此刻已经是伤上加伤了，如果再被这2个年轻的家伙形成合围，那么自己就会陷入必死的境地里。钱德勒眼睛里狠光一闪，左手闪电般的一挥，嗖嗖嗖嗖，4把早已打开的合金折刀竟然被同时甩出，带着夺命的寒光，分别朝着苏无忌和苏安邦飞了过去。而即便在这种仓促之极的状态下，钱德勒的随手一甩，居然还能完美找到攻击的角度。这4把折刀分别射向2兄弟的胸口和小腹。这一手飞刀攻击算得上是钱德勒压箱底的招式之一了，在以往几乎没有谁能把他逼到用出这一招的地步。面对击射而来的飞刀，苏家兄弟展现出了惊人的同步率和默契度。苏安邦深知此刻稍微一步的后退都会让钱德勒找到突围的缝隙，他面对这2把凌厉至极的飞刀竟是根本不闪不避，迎着危险手腕一抖，四棱军刺在身前划出一道乌黑的弧光。叮叮，2声几乎没有间隔的金铁交鸣之声响起。苏安邦手中的四棱军刺无比精准地将射向自己的2把飞刀磕飞，霎时火星四溅。他的冷冽眼神依旧锁定着钱德勒，脚步甚至借着格挡的力道向前踏了半步，整个人所释放出来的压迫感
居然更强了一分。在完成这一系列完美无缺的防御动作的过程里，苏安邦都没往弟弟那边看上一眼，似乎确定对方绝对能够轻松将之挡下。而另一侧的苏无忌应对动作则是更为飘逸一些，他身形如鬼魅般微微一晃，陡然瞬移到了侧面，紫色软剑仿佛活了过来，剑尖如同灵蛇吐信，剑身高频率颤动，在空中点出2朵绚烂的剑花，仿佛有2朵漂亮的紫百合在夜色下绽放。铿铿，同样2道金铁交鸣的声响，射向苏无忌的飞刀被紫色软剑一引，竟互相碰撞着改变了方向，斜斜地插入了旁边的泥土中，游刃有余。苏无忌右臂横举，持剑而立，紫色剑芒在夜色下依旧耀眼，完全封死了钱德勒另一侧的退路。兄弟2人一刚一柔，一稳一灵，却配合得浑然一体。钱德勒以老辣的经验和超绝的实力所发出的搏命一击，竟未能让他们后退半分。他哪里知道，苏家兄弟从小就被某个老登天天逼着练习怎么打配合，彼此间的默契度早就到了心意相通的程度了，甚至连眼神示意都不需要。他们才是真正的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不错，进步了。苏安邦依旧盯着钱德勒，如此紧绷的状态下，他的嘴角却带着笑意，对老弟说道：有点影子家主的样子了。苏无忌咧嘴一笑：哥啊，这破影子家主要不给你来当实在是太费脑子了，我只想天天泡酒吧。不过说心里话，他刚刚用剑花点飞那2把飞刀的动作看似无比写意，实际上苏无忌的手腕和小臂都有些微微发麻。钱德勒这家伙瞬间爆发出的力量实在是太强了。苏安邦此刻应该问题不大，可某位影子家主可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云淡风轻，甚至他的气血运转都受到了震荡。也不知道苏安邦这时候主动开口，是不是看穿了这一点，在帮老弟争取恢复的时间。苏安邦说道：早点生娃，咱爸想抱孙子还得指望你呢。苏无忌挑眉说道：那可不行啊，你们当哥哥的都没有结婚，轮不到我排在前面啊。苏安邦微笑着说道：不结婚也能生娃的。苏无忌想起了家里的那位老登以及那么多小妈，挠了挠头道：还真是这样。苏安邦说道：我看宋之瑜和许家嫣都挺好的，你早点下手，别让人家姑娘跑了。这兄弟2人越是这么旁若无人地聊着天，越是让钱德勒突围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他压箱底的飞刀偷袭，在这对兄弟面前都没收到什么效果，那些老辣的战场经验，在这近战的环境里也根本没有多少发挥的空间。前胸和后背的伤口血流如注，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疼痛，不仅力量运转严重受到影响，甚至体内的劲力都在随着血液从伤口处流失。钱德勒知道不能再拖了，但是这种疼痛和危险反而让他咧开嘴，露出了残忍的笑容，整个人似乎变得更兴奋了。苏安邦转向钱德勒，淡淡说道：你的后背上又多了一道伤口，现在应该能继续说说关于宋之瑜的情况了。他和这家伙说话的冷淡语气，和跟老弟讲话之时的微笑与亲切截然不同。钱德勒咧嘴一笑，说道：嘿，可是我现在不想说了。苏无忌并未立刻动手，他说道：
这一次我来带米国有雷蒙情报局的 S 级调查官相助。钱德勒，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星辰洛伊来到了米国，在这个喜欢搞事的女人背后，必定有着歌者的影子。但真正干事儿的，还是瑞特森和他手下的调查官们。苏无忌也不知道这哥们为什么对自己那么热情，简直是无条件相帮。来到米国之后，苏无忌关于迈阿密蝮蛇和银月的一系列情报，都是瑞特森给的。否则的话，他也不可能及时赶到10号藏匿点营救许家烟。钱德勒呵呵一笑，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苏无忌说道，你的真名叫做亨德里希，瑞典人，从小在福利院长大，今年的真实年纪应该是58岁。钱德勒的脸上本来正在露出稍显变态的笑容，在听到了这句话之后，他的笑容僵在了脸上。紧接着，他僵硬的表情开始变得失态，低吼道：该死的，你怎么知道这些？